我找到了那个我渴望的人，所以我将那句话写在信里送给他。你的烦恼我已经如数知晓，相较于安慰的言语，或许你更愿意听到一些好消息。据我所知，近期有一位姓哈斯普兰的富豪将搬来格里克镇。当你收到信时，时间正好。倘若你有什么问题，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他，他会倾力帮助你。小姐，伯爵大人请您去会客室，家里来了客人。啊，快来见见我们的客人。这位是刚搬来镇子上的哈斯普兰先生，他可是哈斯普兰家族唯一的继承人，涉猎了多项产业，资产不可估量。你好，小姐。想必我不用再自我介绍了吧？我想你很愿意和哈斯普兰先生成为朋友，对吗？你们年龄相仿，或许有很多话题能聊。恰好在哈斯普兰先生找到满意的住所前，会暂居在我们庄园。
那再好不过了。以往我去过的工业小镇，都将工厂作为镇子的心脏，所有人都围绕着这颗心脏运作。格里克和那些镇子不同，工厂似乎只是这里的一部分。就是我们刚才经过的那条河流吗？我来处理一些事情。小姐是想要询问我，要如何帮助你吧？这没什么，不过我帮助你的方式，最终取决于你。小姐，是关于你的婚事吗？是的，并不算少。所以，你想离开？只要不结婚，就可以离开格里克了吗？你是这么以为的吗？正如我一开始说的那样，我帮助你的方式，只取决于你。你会明白我是什么意思。毕竟，于重逢之日，列车将穿过迷境，抵达终点。所以，去寻找那个终点吧，美丽的小姐。向我证明你的决心。为了抵达外面的世界，你能做到哪一步？别着急，你可以慢慢思考。现在，我们再去别的地方逛逛吧。
感觉怎么样，哈斯普兰先生？格里克还让你满意吗？是的，小姐耐心地向我介绍了这里。啊，那么我们之前讨论的是？我觉得这件事并不适合现在说。也是。这样吧，我已经让仆人收拾好了客房，等你休息好了，我们再详谈。等等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你觉得哈斯普兰先生怎么样？没错，整个格里克都找不出比他更适合你的人选。既没有你讨厌的那种贵族青年的轻浮做派，又比他们富有，实在是太适合和你结婚了。所以我决定，让你们马上订婚。时间并不代表什么，你可以和他慢慢熟悉。他正好也想找到一位年轻、美丽又有地位的妻子，你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我和他已经简单商量过了，他并没有异议，所以我会尽快为你们安排。不想再听见这种话。我也早就说过了，除了乖乖结婚，你根本没有选择。你再好好想想，别让我失望。提醒你，不要对哈斯普兰说不合适的话。知道的，格里克并不缺贵族青年。
是我。这个问题，我刚好也想问你。你想离开？是吗？可我不这么觉得。难道你不好奇，中原的看守都去了哪里？当然是为了创造一个能让我们畅所欲言的环境。这不难猜。既然无法阻止斯托克，逃跑就是你避免婚姻的唯一途径。而之所以知道是今晚，在于你根本没有隐藏自己的行踪。不论是去列车站还是买车票，都太明显了。明显到让我怀疑你是否能独自生活下去。斯托克只是没想到你有勇气逃跑，否则你以为自己有机会抵达列车站吗？从结果上说，的确如此。不过这种果断，连我也觉得意外和惊喜。我并非是要阻止你，但你真的觉得只是逃跑就可以了吗？确认了这一点后，如果你还想离开，我不会阻拦。那么，你觉得斯托克为什么这么突然让你结婚？看样子，你终于明白过来了。让我再为你讲一个故事吧。别害怕，我的小姐。你知道吗？人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坚固、强大、危险，充满了侵略性，像一支枪。而另一类人，就像那群被惊飞的鸟，活在对子弹的恐惧中。即使这一次逃脱了，下一次呢？还会如此幸运吗？
飞鸟将永远无法改变枪口正瞄准他们的事实。其实，你已经猜到了，不是吗？你无法把自己从这种情况下剥离，所以，枪与飞鸟，在这个比喻里，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种立场呢？冒犯了。看前面。正如那只鸟现在并不知道，它已经被瞄准了，所以，只是逃跑，就可以了吗？既然逃跑是没用的，那你又会怎么做？你是否会扣动扳机呢？这就是你的答案吗？算了，还是慢慢来吧。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吗？列车将穿过迷境，抵达终点。恭喜你，小姐，你已经成功踏上列车了。我期待着在终点看见你的那一刻。好。你对特鲁斯游记的理解超出了我的想象，我很惊奇，竟然有人能如此贴近我的内心。在上封信中，你说感觉到特鲁斯游记的结尾似乎少了些什么。你的直觉没错，在提交终稿的时候，出于私人的原因，我删除了原本结尾的话。于重逢之日，列车将穿过迷境抵达终点，而下一次旅程去往何方，由你决定。
现在，我想将这句话献给你。倘若这样能让特鲁斯游记在你心中更加完美，我不胜荣幸。啊哈哈，哈斯普兰先生，不知道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考虑？是指和他的婚事，还是指资助你？当然是两项事一并考虑，他们原本也不冲突啊。你有意娶一位妻子，而我也需要你的资助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合作呢？所以于你而言，他的婚姻只是交易。如果你喜欢直白的方式，我会回答正是如此。可她，也并非完全没有得到好处。等她嫁给了你，人生不也安稳了吗？我以为酒精能拉近我们的距离。不必了，我没有此类爱好。哈斯普兰先生，并非我看不起你，只不过以你的身份，能和我们这样的家族联姻，也算是你的荣幸。看来我还得感谢你给我这种机会。要说感谢，还是拿出一点实际行动来更好吧。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资金？这么着急？看来你被那些人逼得很紧。哼，那群下等人跟疯狗没两样。为了几个子儿，竟然也纠缠我这么久。不过，就算是疯狗，也得偶尔喂喂骨头。几个子儿？这么多年，你在投机界赔了不少钱吧？恐怕他父亲留下的遗产，已经没剩下多少了吧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我记得投机并不在你的多项产业之中吧？进行一些小小的调查，并不算困难。哈斯普兰先生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些，我也就不再拐弯抹角了。他的婚事必须尽快进行。
这是一道保险，哈斯普兰先生。你也是个生意人，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。我养了他整整15年，你不会以为只支付给我这一笔钱就可以了吧？当然，我要的也不多。今后你只需要适当的资助我，让我继续投机就行了。别怕，如果我不签这份契约呢？那我只好再为我的侄女寻觅一位丈夫了。哈斯普兰先生，虽然你是最富有的那个，你不愿意跟我合作，确实可惜。不过，贝克伦的有钱人不止你一个，其中想娶她的也不少。他的感受不重要吗？你们一起生活了15年，对你而言，这15年没有丝毫让你不舍的记忆。他不舍？那有什么重要的？他理应回报我的恩情，为我的利益服务。如果他反抗呢？反抗？他拿什么反抗？如果他逃跑呢？逃跑？他倒真有可能做出来。不过也没关系，他敢逃跑，我派人抓回来关几天就是了。既然事情已经确定了，我希望能够尽快宣布我与他订婚的事。不如就在3天后举行订婚宴会吧。当然，凭你心意。哦，不过，你就当我有些唠叨吧，先生。你确实是哈斯普兰吧？如假包换。很好。现在你知道了一切，你还觉得只是避开枪就可以了吗？只要不结婚，就可以离开格里克了吗？正如我一开始说的那样，我帮助你的方式，只取决于你。我并非是要阻止你，但你真的觉得只是逃跑就可以了吗？
枪与飞鸟。在这个比喻里，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种立场呢？所以，只是逃跑就可以了吗？于重逢之日，列车将穿过迷境抵达终点，而下一次旅程去往何方，由你决定。现在，我想将这句话献给你。这些问题，你不是有答案了吗？告诉我吧。飞鸟与枪，此刻的你，觉得自己扮演着何种角色？你终于明白了，还好，不算太晚。是，我是莫弈。我不希望自己影响你的判断。由他人告知的真相，远没有自己发现的那样深刻，不是吗？其实，在收到你的信之后，我就立即启程赶来格里克了。我以哈斯普兰的身份接近斯托克，一方面是能更快和他亲近，另一方面也是……出于我的私心，我不希望你和其他人订婚。解决你目前的困境并不难。斯托克的主要目的只是钱，只要我以合适的方式给他钱，他就不再执着于你的婚事。但这只是暂时的，只要你还受他的掌控，就无法真正解脱。况且，就算你乖乖听话，嫁给了一个有钱人，他也不会放弃控制你。那张契约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总之，我希望你能摆脱斯托克。而如果要做到这一步，首先，你需要成为一把有杀伤力的枪。尽管你当时的回答同样让我惊喜，但那远远不够。而真相，是让人成长的最快方式。
是的，以我们最真挚的情谊起誓。或许是，也或许不是。还记得我献给你的那句话吗？等你有一天明白了，为什么我没有把这句话用在特鲁斯游记的结尾，你就会知晓一切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房间吧。我想亲自为我们的订婚宴会做些准备。很简单，拆穿斯托克的真面目。这场宴会，斯托克必定会邀请镇子上所有有势力的人来参加。我会提前把这些纸条都装进气球里，宴会时告诉宾客，某个气球里为他们准备了惊喜。等客人们发现了气球里的纸条，斯托克便会名誉扫地，再也无法在格里克生活下去。而你作为被他逼迫的对象，也会得到大家的同情。不错，所以除此之外，除了名单上的客人，我还宴请了一些特别的客人。就让我留下一点悬念吧，帷幕在戏剧开始前才会拉开。但这些只是我的计划，是否要进行这个计划，选择权在你。你和斯托克一起生活了15年，他毕竟是你的亲叔父，你不必担心。如果你希望保留他最后的颜面，我也有温和的方式解决这件事。我会成为他的债主，有他的把柄，他就不能再对你怎么样了。所以，你的选择是……这原本就是他的目的。各位，今天这场宴会，主要是为了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，哈斯普兰先生。是真正的哈斯普兰。别担心，我们都不会有事的。而他，这个冒牌货，不仅引诱了我的侄女，还欠了一大笔钱，妄图把这件事栽到我的头上。
我承认我的确是假扮了哈斯普兰先生，不过，欠了一大笔钱的人，应该是你吧？各位，看看这人现在还在狡辩，还是叫来警官，直接把他扔进监狱吧。别怕，现在正是拉开帷幕的时候了。不论你做了何种选择，我都会陪伴在你身边。也是斯托克真正的债主。看守，拦住他们！拦住他们！是什么？你我说过了，无论你做何选择，我始终在你身旁。这又是什么？斯托克伯爵以投机的名义，共欺骗了13位工业区的老板，诓骗了大量钱财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想以自己侄女的婚姻做交易，来填补他的财产漏洞。走吧，舞台该交给其他人了。是的，再没有了。或许是因为我知道了他的底细。虽然斯托克因为投机赔了不少钱，但他一直隐藏得很好，不是资深的内行人是查不出来的。而哈斯普兰家族主要涉猎的是传统产业，应该是这点让他起疑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些让你烦心的事了。别害怕，有我在。
但你做到了，还做得比我想象中要好。不，我并非是你勇气的来源，你对未知之地的渴望才是。抵达终点，还需要你做一些更大胆的事。你愿意和我一起吗？最后，向过往说再见，把斯托克的恶行洒向格里克的每一处土地吧。跟我走吧。如果害怕，就闭上眼。那我们一起跳过去。没关系，那不重要。看，怎么了？那你喜欢吗？为了眼前的景色，那句话我没有用在结尾的原因，你已经猜到了，是吗？正如我所书写的一样，特鲁斯之行让我见到了贝克伦的不同美景和风俗。不可否认，由南至北的旅程中有很多乐趣，但当我抵达终点站时，内心却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空旷。那一刻，我突然发觉，只有景色还无法将我填满。直到我收到了你的信。是的，那时候我明白了，在接下来的旅途中，我还需要什么。只有一个人的旅途是寂寞的，或许两个人一起会更精彩。我找到了那个我渴望的人，所以我将那句话写在信里送给他。所以，我来到这里，邀请他和我一起出发。你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吗？当然，而且
我将始终陪伴你。你来了。我刚才在看沿途的风景。这次于我而言，也是一场特别的旅程。我个人也倾向于大礼帽，倒不是为了维持老派作风，只是我喜欢马术，大礼帽更适合。怎么了？一直盯着我看，是我今天的穿着有哪里不够得体吗？这是我的一位友人从新大陆带回的原石，我自己设计了样式后，请来宝石匠人制作的。其实当时有人带回了2块原石，剩下1块我一直没有想到合适的用处。不知道现在我是否有这个荣幸，为眼前这位美丽的小姐设计一枚胸针呢？因为这次旅程我有了很多新的感悟，所以我打算再写一本游记。当然，如果你喜欢，我也可以念给你听。故事开始于一个叫格里克的工业小镇，在滚滚烟尘里，我与另一位主角相遇。毕竟这次旅程的确是我和你的故事，只不过现在只完成了一部分。我想，只有等到我们旅途结束的那一天，这个故事才能真正完结。我倒希望这次旅途永远不会结束。我们的故事，我想一直书写下去，将一切细节都记录下来。因为夜晚的短暂分别，让我觉得每一个清晨都是我们的重逢，新的故事又要开启。是，重要的是，只要和你在一起。还没有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不，我只是在想，不如起名为与他相遇的每一刻。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这本书是为你而写。